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最近，外媒曝光了疑似 iPhone 15系列的 3D 打印模型。如果这几款模型是准确的话，那么 iPhone 15将会如之前的爆料一样，拥有弧形边角以及超窄边框，观感提升明显。虽然摄像模组比之前更大更凸了，不过对整体颜值影响不大，而且真加入了前望镜头的话，那这部分的交换是非常值得的。加上大概率会更换的 Type-C 接口，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代 iPhone 15也算是近年改动最大的型号了。如果价格不离谱的话，那很可能 iPhone 15又会成为大爆款，被消费者买爆。目前唯一不确定因素，应该就是苹果是否会加密 C 口了。结合苹果的调性以及业界的小道消息，苹果确实在开发 C 口专属的认证芯片，跟之前的 L 口一样，通过 MFI 认证的 C 口数据线才能适配最新的 iPhone。把接口玩得这么溜的，全球苹果独一档，强行打造 C 口版的 Lightning 数据线，主打一个换汤不换药，不带认证的 C 口数据线，通通只给你5伏1安经典速率。想要快充，可以乖乖交钱吧，真的怎么用怎么难受。有这样同感的朋友，可以先放一部分心了，因为强制 iPhone 更换接口的欧盟不会允许苹果如此明目张胆的对抗法规。苹果不能通过 MFI 限速。近日，知名外媒 Laptopneg 重新研读了欧盟法案的条文，并理清了哪些对 C 口的改动是允许的，而哪些是不被允许的。欧盟在法规中明确指出，移动电话和类似无线电设备，如果能够通过有线充电进行充电，则应配备 USB Type-C 母座接口 receptacle， 并且如果它们还需要在高于5伏特或高于3安培或高于15瓦特的电压、电流或功率下进行充电，则应采用 USB Power Delivery 充电通信协议。在欧盟的一份关于法案的新闻稿中也提到，统一快速充电技术将有助于防止不同生产商不合理的限制充电速度，并有助于确保使用任何与设备兼容的充电器时都具有相同的充电速度。也就是说，如果设备支持5V、3A， 也就是15瓦以上功率充电，则必须支持 USB PD 协议。考虑到近几代 iPhone 都可以支持18瓦、20瓦甚至27瓦充电，那么非 MFI 配件肯定至少也能支持15瓦 PD 快充，并确保使用任何与设备兼容的充电器时都具有相同的充电速度。也就是说，以后只要你的安卓头支持 PD 协议，那么 iPhone 就能最少达到15瓦的功率。苹果不能通过 MFI 认证的形式将充电速率限制在祖传的5伏1安里。担心 iPhone 15充电特别慢的朋友可以放心了，欧盟有兜底条例，不会让苹果明着收割用户。话说回来，如果苹果铁了心要搞限制的话，还是能把非 MFI 数据线的充电率限制在15瓦左右，只有 MFI 数据线才能激活27瓦甚至更高的充电功率。不过这种操作明显和欧盟法规相抵触，人为不合理的限制充电速度必然会受到欧盟的惩罚。但以苹果的体量，如果罚的没赚得多，那苹果自然能放开手脚干了。关于充电速率的问题就讨论到这，还有大家关心的传输速率问题。欧盟法规里的小漏洞。对此 Laptopneg 也指出了欧盟法规里的一个小漏洞，遗憾的跟大家说，欧盟法规并没有涉及数据传输，也就是说苹果很有可能在这里做文章，通过 MFI 认证结合机型的档次来限制传输速率。虽然苹果跟 Windows 间没啥数据可以传输，但如果你真有急用，那 USB 2.0 的速率每秒只能传48兆数据，比无线传输还慢，真的谁用谁难受。看到这，有朋友会担心苹果会不会单独做一个专属不限制欧盟的版本，然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照样限制呢？老实讲，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不过这一切都得等到最新的 iPhone 15出来才有定论，期待它的到来吧。那么问题来了，你对苹果限制充电和数据传输速度怎么看？为了赚钱，你觉得苹果还会搞出什么新花样吗？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